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何炅與譚松韻的相遇瞬間點燃親愛的客棧，一個用擁抱消解緊張，一個以疲憊仍溫柔的笑容融化鏡頭。51歲的何炅眼帶皺紋，卻更顯真實。王鶴棣的少年氣與沈月的靈動交織成熟人局特有的鬆弛感，讓人恍如置身海風輕拂的客棧角落，心甘情願放慢觀看的節奏。海南儋州這一趟親愛的客棧錄製，最熱鬧的不是海風，不是椰林，是熟人局那種一秒把氣氛點燃的鬆弛感。何炅、譚松韻一來，現場就像突然換了劇本，不再是客棧營業，更像是老朋友把日子過給你看。路透裡最有畫面的一幕，是何老師見到譚松韻那種下意識的熱情，人還沒站穩，身體已經先迎上去了，抱一下，笑一下，像是把別緊張3個字直接塞進你手心裡。這就是何炅的厲害，他不是來搶鏡的，他是來拖住場子的。你再社恐，再拘謹，碰上他都會被帶得自然一點。但別急着感動，鏡頭也挺誠實的。何老師這些年凍齡神話早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。51歲的人不發福，不禿頭，已經算對自己很狠。可皮膚鬆弛，眼袋黑眼圈，法令紋這些東西，躲不過就是躲不過。你看他笑，笑的還是那個熟悉的弧度，可褶子也跟着鋪開。那一瞬間，觀眾其實會突然明白，所謂不老男神，從來不是不老，是他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撐。反過來，何炅的變老也反而成了加分項，因為他一旦不再是完美的綜藝工具人，而是一個真實的人，觀眾對他那點心疼就出來了。原來你也會累，你也會有疲態，可你還在把別人照顧得妥妥帖帖。這種人放在任何一檔慢綜裡都是定海神針，難怪一上來就把王鶴棣、沈月這些固定陣容的氛圍給穩住了。譚松韻這邊更有意思，前幾年他還在戲裡演中學生，清亮的眼神，乾淨的臉，觀眾一句毫無違和就能把他送上熱搜。可真到了路透生圖這種原相機審判，他也不是鐵打的，眼神裡那點疲憊藏不住，狀態確實不像某些神圖裡那麼永遠18。但他厲害就厲害在疲憊也不顯狼狽，他一笑，整個人的氣質就軟下來，像冬天的暖氣開了半格，熱得不燙，卻剛好舒服。而且譚松韻遇到何炅這種會接情緒的人，整個人會更鬆。他不用每一句都繃着我要表現得很好，也不用時刻擔心冷場，因為何炅永遠能把沉默變成笑點，把尷尬變成梗，把你從鏡頭前的緊張理解救出來。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說這一期像《嚮往的生活》，不是因為場景像，而是那種熟人把日子過順了的節奏像。再說固定嘉賓這邊，王鶴棣真的是天賦型綜藝臉，你不用給他太多設定，他站在那裡就有少年氣的視覺加成，身高、臉型、五官、皮膚狀態都很抗打，笑起來又乾淨，鏡頭愛他，觀眾也愛他。更關鍵的是，他不裝精緻，忙起來也肯幹，哪怕只是在客棧裡跑前跑後，你也會覺得這人有點活氣，不是擺拍出來的偶像。沈月也還是那個沈月，柔軟，好相處，帶點小小的俏皮勁兒，放在這種慢綜裡就像氣氛潤滑劑。他不搶主咖風頭，但他能把局面粘合得很好，別人說話他接得住，別人開玩笑他也不端着。熟人局最怕的就是各玩各的，他這種性格反而能把大家往一塊兒攏。至於你提到秦嵐離開這事，路透層面確實會讓人產生一種姐姐暫時不在的空位感，她那種成熟、穩重、帶點大姐氣場的存在一走，現場氛圍會更年輕、更熱鬧，但也更容易飄。於是何炅和譚松韻的到來就顯得很妙，一個負責把場子撐住，
一個負責把情緒捧起來。這搭配不是什麼精密計算，卻很有效。說白了，這期的看點根本不在做了什麼菜，接待了什麼客人，而在於觀眾會突然意識到，綜藝最值錢的不是布景，是人和人之間那點真實的關係。你可以裝一次，但裝不了一整天。你可以立一個人設，但熟人局的眼神騙不了人。何炅那種我在這兒，你別慌的氣場，譚松韻那種我累但我還願意笑的溫柔，再加上王鶴棣的少年感，沈月的鬆弛感，畫面就會變成一種很稀缺的東西，熱鬧但不吵，好笑但不油，像朋友聚會，但又比朋友聚會更有分寸。所以這期路透之所以讓人想追，不是因為誰顏值殺瘋了，也不是因為誰狀態回春了，而是那種很現實、很日常又很讓人上頭的感覺。你明明隔着屏幕，卻像坐在客棧的角落裡，聽他們說笑，看他們忙亂，偶爾被海風吹一下，突然就不想快進了。親愛的客棧2026最近在海南儋州那邊開始錄製了。這一季跟以前不一樣，客棧主理人換成了王鶴棣。要知道，6年前這節目第1季的時候，他還是個客棧管家呢，現在自己當老闆了。節目停了這麼久能重新開，不少人覺得主要是靠王鶴棣現在的人氣和號召力。這一季常駐的嘉賓是秦嵐、沈月、吳澤林和徐志勝這幾個人。秦嵐和沈月都跟王鶴棣一塊兒拍過戲，算是老熟人了。從路透看，他們幾個相處得挺自然，說說笑笑的。王鶴棣在圈裡跟合作過的女演員關係好像都不錯。王鶴棣這次不只拉了合作過的同事來，還叫了自己娛樂圈的好朋友。他第一個就找了王傳君，沒想到一開始被拒絕了。王傳君說要在家裡帶孩子，走不開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後來王傳君還是來了，而且是和武大靖一起來的。他們仨在節目裡聚齊，被大家戲稱為3劍客在聚首。更讓人沒想到的是，何炅也來了。何炅在芒果台的節目裡是頂梁柱，但除了《嚮往的生活》這種他自己主導的節目，很少見他去別的真人秀裡當飛行嘉賓。這次他能來，確實挺稀罕的。路透照片裡，何老師穿着一條大紅色的寬鬆褲子和格子襯衫，看起來精神又陽光。何炅一來就和譚松韻碰上面了，他倆之前在《嚮往的生活》裡就處得特別好。何炅一見到譚松韻，老遠就張開手笑着跑過去，兩個人結結實實地擁抱了一下，那種老朋友見面的熟絡勁兒，一下子就讓場面熱鬧起來了。有何炅在，譚松韻明顯玩得更放鬆開心。沈月也特別高興，她一直挺喜歡譚松韻的。兩個女孩見面後，很自然的就手挽着手，互相摟着腰走路，看着感情很好。女孩子之間那種美好的友誼，在這個節目裡顯得特別真切。何炅這次來《親愛的客棧》，明眼人都看出來，主要就是來給王鶴棣撐場子的。當何炅和王鶴棣站在一起的畫面傳出來時，很多粉絲都說心裡暖暖的，很感動。何炅的影響力大，他的加入肯定對節目的關注度有幫助，這其實也是在間接的幫王鶴棣站穩主理人的位置。要是站在王鶴棣的角度想，他心裡肯定特別感謝何老師。在這個圈子裡，能遇到真心提攜你的前輩，機會真的不多。何炅可以說就是王鶴棣演藝路上的貴人了。當年在王鶴棣還沒什麼名氣，很多人不看好的時候，是何炅給了他關鍵的認可和支持。王鶴棣自己也挺爭氣的，從出道到現在有7年了，他一直沒什麼亂七八糟的緋聞，也沒什麼負面的消息，給人的印象就是陽光正能量。圈內跟他接觸過的人對他的評價普遍都不錯，都說他為人真誠，人品好。紅了以後，他對以前幫助過自己的老師還是很尊敬，
對父母也很孝順。他自己說過，就算成了所謂的頂流，他還是那個會回家給爸媽做飯的男孩。在節目的一些路透片段裡，能看到他很自然地蹲下來，抱起一個小男孩，輕聲細語地哄着。見到譚松韻的時候，他也是非常禮貌地用紳士手輕輕擁抱一下。除了公認的好友白鹿，王鶴棣在和其他所有女藝人相處時，那種明顯的分寸感和邊界感，哪怕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。從朋友人脈、個人品行、工作態度這幾個方面來看，王鶴棣這些年的表現確實沒什麼可挑剔的。這一季《親愛的客棧》因為有何炅的加入，以及王鶴棣召集的這群朋友，顯得更像一個輕鬆愉快的熟人聚會。節目目前還在錄製中，具體播出時間還沒定，但已經有不少觀眾開始期待了。